杜鹃不敌，杀之。背叛信长的人都是什么下场？在战国霸主织田信长的一生中，一共受到过5个人真正的背叛。有人野心膨胀，有人被恐惧反噬，他们最终的结局也隐藏着最真实的乱世法则。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些敢背叛信长的人究竟落得怎样的结局。查实不易，费时费力，耗尽心血，没有天理啊！还望大家多多支持，恳请您动动手指，务必点赞、关注并转发我的频道，谢谢。织田信长共有1位哥哥和8个以上的弟弟，作为嫡长子，他是顺理成章的继承人。此外，他还有1位同样是嫡出的弟弟，叫信行或信胜，其他兄弟都是庶出。作为继承人的实际起点，信长的父亲织田信秀在世时，便让信长驻守那古野城，也就是后来名古屋城的所在地。信秀自己则坐镇莫森城，形成了父子2元统治的格局。然而信秀去世后，织田家的权力并没有顺势集中到信长手中，相反，弟弟织田信行控制了莫森城，并在部分家臣支持下形成了独立势力，还开始以父亲生前的官职谭正中自称，用来表明自己继承的正当性。而另一边，织田信长则拥立原本的尾张守护丝波氏来主张自己的正统地位，于是兄弟之间的继位之争逐渐拉开帷幕。在信行的家臣看来，信长这个哥哥就是个伪装大傻瓜，根本不堪大用。而自己的主公织田信行不仅待人温和，举止得体，还是熬鹰的顶级高手，完全符合所有人心中对优秀继承人的期待。就连信长和信行的生母土田御前也更偏向这个小儿子，暗地里盼着让信行继承织田家的全部家业。至于信长当时为什么会被叫做伪装大傻瓜，我会在下一集详细跟大家说说。就这样，一场针对信长的谋逆在莫森城悄悄酝酿。在自己的核心家臣林秀贞、柴田胜家等人的全力支持下，弟弟信行暗中集结兵力，发动了道生之战。关于这场叛乱，有记载说，柴田胜家当时一路猛冲，直接打到了信长军的军阵之中。柴田胜家是织田家出了名的不怕死的指南门将，所以局势一度对信长不利。然而年少的信长虽然平时是混混的样子，却已经显露出了枭雄本色。面对来势汹汹的叛军，最终以少胜多，不仅成功反杀了柴田胜家的部队，还乘胜追击，一路把叛军赶到了他们的大本营莫森城，甚至准备火烧城池。眼看谋反失败，信行要陷入绝境，信长的生母土田御前亲自出面向信长苦苦哀求，希望能饶小儿子一命。信长同意了母亲的请求，但他之所以这么做，并非完全因为念及兄弟情分，更重要的是当时外部威胁环伺，他需要保存织田军的整体实力，抵抗有可能即将到来的金川军的入侵。叛乱平息后，信行不得不停用了谭正中的称号以示臣服。柴田胜家、林秀贞等参与谋反的家臣也得到了信长的赦免。但没想到就在第2年，信长就和美浓的小舅子斋藤义龙干上了。自以为时机到来而有野心未灭的信行，便趁机重启谭正中的官号，并暗中策划再次谋反。不过这一次，柴田胜家因为信行宠爱他的同性恋佞臣而冷落了老臣，甚至胜家自己还有可能被这位佞臣暗杀的原因，果断地将信行反叛的计划密告给了信长。这就是为什么24年以后，当织田信长即将称霸天下之时，以林秀贞曾经背叛过自己为由将他流放，但柴田胜家因为始终忠心耿耿，得以稳坐织田家重臣第2位置的原因。信长终于下定决心，为了在兵力上不伤筋动骨，避免内耗，
他以病危为由，诱骗信行前往自己当时的居城青州城探病，并让部下当场将信行赐死。这位最先背叛信长的亲弟弟，最终以生命为自己的野心付出了代价。信行的儿子没有获罪，但在本能寺之变后，因为是明智光秀的女婿的身份被杀。信行的孙子也没有获罪，并且在后来成为了德川幕府的重臣。值得一提的是，2年之后，金川议员上洛，统辖间之战爆发。试想一下，即便当时信行谋反成功，登上了家督之位，他有能力带领织田家奋起反抗，以绝对少数的兵力赢得这场决定织田家存亡命运的扫荡吗？金崎殿后被称为织田信长最危急存亡的一刻，而前井长政就是临时倒戈，将信长逼得狼狈至极的妹夫。熟悉日本战国的人应该已经对这段历史听得起了茧子了，在这里我就不赘叙了。最终29岁的长政在城破前夕切腹自尽，他年仅10岁的嫡子被处死，而长政的妻子和他的3个女儿则开启了各自波澜万丈的人生，并将前景的血脉延续到了现代日本皇室。我们在前景3姊妹和阿市的2支视频里多次提到过前景长政，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移步去这2支视频看看。松永久秀作为战国3大恶人之一，一生投机取巧，野心勃勃，曾先后背叛过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辉、主家三好氏以及织田信长，其中对信长更是反复背叛，堪称战国反骨之最。葡萄牙传教士曾描述他拥有非凡的天赋，政治手腕辛辣，技艺高超，但生性吝啬，极其贪婪，将投机与野心刻进了骨子里。他最臭名昭著的事件便是联合三好3人众主谋刺杀了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辉，然后拥立傀儡将军，掌握幕政实权。后来织田信长护送足利义昭上洛成功，义昭为替兄长报仇，曾想要下令处死松永久秀，可久秀很有投机头脑，他主动向信长献上了明茶器、明刀以及人质，成功换取了信长的保护，还获得了夺回原领地的军力资源，得以逃脱危机。但3年后，眼看第一次信长包围网的势力日渐壮大，其中还包括实力强悍的武田信玄，他见风使舵，第一次背叛了信长，勾结本院四毛利氏共同对抗织田军。2年后，武田信玄病逝，第一次信长包围网的势力又被信长逐个消灭。松永久秀见势不妙，亲自前往岐阜城负荆请罪，再次向信长献出明刀等宝物，第2次表示臣服，竟然又得到了赦免。残虐的信长如此宽容，并不是被久秀的明刀名气收买，而是当时信长正受制于本院寺之战，并且他很看重久秀的才干，认为他还有利用价值。3年后，信长正经历第2次包围网，深陷于石山本院寺的苦战。这时松永久秀的宿敌筒井顺庆被信长授予大和守护一职。要知道，大和地区原本没有守护，而经过长期鏖战后才得以掌握大和的人其实是松永久秀，这让久秀怒火中烧，便再次联合上杉谦信、毛利辉元、本院寺等势力反叛信长。但这次的背叛早已在信长的预料之中，便特意派人问他这回又要什么条件来和解。可这在骄傲的久秀眼中却被当成了信长的示弱。信长见没有转圜余地了，便派长子织田信忠率领大军，联合明智光秀、筒井顺庆等人分兵围攻久秀的居城信贵山城。最终久秀被逼得走投无路，又不愿被信长活捉受辱，在城破前夕，将自己珍藏的明茶器平蜘蛛虎抱在怀中，点燃炸药自爆身亡，结束了自己充满野心与背叛的一生。
享年69岁。我也不知道他都这把年纪了，为什么还要折腾。宋永九秀平时为了预防中风，每天都会在头顶进行艾灸，即便到了自杀前夕，他也特意吩咐手下准备好艾灸。他的部下不解地问道，都到了这份地步，何必再灸呢？九秀却回答说，如果我临死前突然中风，身体动弹不得，人们一定会嘲笑我怕死。显然即便一生反复无常，不顾忠义，他依然希望能以一个体面的武士身份结束生命。荒木村重是信长麾下的有力大名，他和丰臣秀吉一样出身卑微，却凭借自身的勇武和智谋得到了信长的赏识与提拔，被任命为摄津国主，镇守战略要地有冈城，成为信长统治畿内的重要支柱。可这份破格的信任却换来了以怨报德的倒戈。最有可能的理由是，信长后来任命丰臣秀吉为总领，负责总攻中国地方的毛利氏，这个安排让村重的地位降格。1578年，荒木村重突然向织田军关闭了有冈城城门，宣布反叛。起初在前往询问的使者的反复劝说下，他也曾动摇，改变了主意，准备前往安土城向信长当面解释情况。但在途中，家臣提醒他，如果信长对部下有所怀疑，总有一天会除掉他们。于是他当即掉头返回有冈城，彻底坚定了反叛的决心。村重的背叛直接导致织田军包围石山本愿寺的战线崩溃，更让在波摩作战的羽柴秀吉陷入了孤军被围的险境。这场叛乱让信长被迫抽调主力围攻有冈城，严重拖慢了统一日本的步伐。1579年，坚守了1年的村重独自突围，逃往毛利氏的领地，狠心留下了自己的妻儿、所有家臣与部下。信长找到了代替村重职位的荒木久佐卫门及其家臣，达成了协议，承诺只要他们能劝说村重回来投降，就赦免所有相关人员的家属。久佐卫门等人只能将自己的妻儿留在有冈城当人质，前往村重躲避的城池劝降，却被毫不动摇的村重拒绝了。走投无路的久佐卫门等人最终也和村重一样抛妻弃儿，又逃走了一波。于是信长便下令将荒木村重、久佐卫门等人的家属、家臣全部处死，留在城里的荒木一族几乎被灭门。光有冈城被遗弃的女眷就有122名。据史料记载，这些妇女的悲怆哭声响彻云霄，亲眼目睹这一切的人都深受震撼，无不泪流满面，并在那之后的20-30天里，这些人的惨状始终萦绕在目击者的心头，挥之不去。此后，信长向全国下达了对荒木村重的追捕文书，不出意外的话，他迟早会被抓获处死。可1年半之后，信长死于本能寺之变，荒木村重也因此侥幸逃过一劫，成为了所有背叛信长的人当中唯一一个得以寿终正寝的人。他最终享年52岁，晚年还潜心研究茶道，成为了当时知名的茶人。一个从卑微出身逆袭成为一方国主的有能之人，不但背叛了那个给予他一切的主君，还因为自己的懦弱，让妻小家臣超过600人惨遭信长的屠杀。和战国许多甘愿以自己切腹殉臣来换取保全满城老小性命的城主相比，独自苟活的荒木村重注定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也证明了当初信长选择秀吉而不是他做总领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而这段历史也成为了信长一生中最残酷的镇压事件之一。这场背叛彻底加深了信长对进击大名，包括明智光秀的猜忌，进一步黑化了他高压冷酷的统治风格，为后来的本能寺之变埋藏了祸根。
这是日本战国史上最著名的背叛，也是织田信长天下不无梦想的终结者。我前一集刚刚详细讲过本能寺之变的起因，这里就不再重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去看我的上一集。结局就是明智光秀在山崎之战中大败于为信长复仇的羽柴秀吉后，原本打算逃回自己的根据地坂本城重振旗鼓，只差1天就能抵达，却在途中被乡民袭击身亡，从背叛到败死仅仅13天，留下了3日天下的最短政权记录。最后要补充的是，织田信长连续多年拿下了日本人最喜爱的历史人物第1名，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在即将登顶天下的那一刻骤然陨落，充满了英雄式的遗憾，格外令人惋惜。人们往往设想，如果他活得更久，明治维新有可能提前几百年到来，但我们不妨想想另一种可能。随着信长权力顶峰的到来而日益膨胀的自我神格化，和因他的残暴性格带来的高压统治的长期化，信长的形象也有可能从神坛上被降下来。此外，信长在统一日本之后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出兵侵略朝鲜和大明，这是他早在数年前就已经策划好并且反复和部下强调的计划。这也是后来丰臣秀吉在晚年不顾众臣反对，戳风一样执意发动朝鲜战争的原因之一，因为信长始终是他心中想要超越的那座大山。本能寺的那场大火不仅终结了信长的霸业，也为他的一生留下了最富争议也最令人唏嘘的余韵。谢谢您观看本期的风流志，别忘了替我点赞哦，让我们下一次在风流中再次相见。